我军黄皮歼20战斗机亮相，机身一神秘黑框引发猜测，或是要安装航空机炮。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。自我军歼20战斗机服役以来，只要有关于这款战斗机的消息，就会引起不少人的关注。近日，网络上流传了一张关于歼20战斗机的图片，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。根据这张网络图片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架歼20战斗机为黄色涂装。但是，让人最为关注的是，在这架歼20战斗机的左侧压翼根部出现了一块长方形的黑框区域，因此，不少网友猜测，歼20战斗机很有可能会装备航空机炮。有分析称，歼20战斗机是为了满足隐身的要求，所以机炮射击孔需要进行遮挡。所以说，这一舱门只有在机炮发射时才会被打开，并且这种设计是很多隐身战斗机都会采用的一种设计。比如说，美军的 F-22 战斗机就在机身右侧的进气道的上方安装了航空机炮，他们的 F-35A 战斗机则在机身左侧进气道的上方安装了航空机炮。但是有一点要值得注意的是，画面中歼20战斗机黑框的这个位置需要安装压抑的机械传动装置，所以说留给航空机炮的安装空间比较有限。所以说，歼20战斗机如果要安装航空机炮的话，那么可能需要在它的进气道的上方设计一个茧包。然而，此前又有人分析称，我国歼20战斗机因为能够发射我国自主研发的霹雳系列导弹，因此歼20战斗机不用安装航空机炮。所以说，至于歼20战斗机是否会安装航空机炮的问题，我们无从得知。但是除了这一神秘黑框之外，这架歼20战斗机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。这张网传的照片显示，这架歼20战斗机的编号是2022，而2021号和2022号歼20黄皮原型机是测试涡扇10航空发动机的主要力量。由此可见，今后的歼20战斗机将会搭载我国最新研制的涡扇10航空发动机。这样一来，我军歼20战斗机的性能将会得到巨大的提升，并且此举还将让歼20战斗机进一步的实现量产目标。近一段时间以来，关于我军歼20战斗机的消息越来越多。此前，我国空军招飞宣传片中向外展示了歼20战斗机的最新涂装。10月底的时候，我军还首次公开了歼20战斗机双机编队抛洒干扰弹的画面。不得不说，我军歼20战斗机的性能的确非常优异，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这款战斗机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我军再次亮剑，公开直20实战演习画面，这一举动向外界释放了何种信号？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。自服役以来，直20就备受广大军迷的关注。近日，我国军方公开了关于直20通用直升机的实战画面。据媒体报道，我国军方公开了一段关于我军南部战区的某空中突击旅的演练画面。在公开的画面中，我们能够看到直8G、直10和直20等军用直升机。其中，我军作战人员从直20通用直升机上实施机降的画面特别引人关注。在这次演练中，直20通用直升机的表现足以证明它的高超性能。但是，令人疑惑的是，我军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公开直20通用直升机的实战画面呢？这是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？为此，有人猜测，公开这一画面很有可能是为了震慑印度。前不久，我国就有官方消息传出，直20通用直升机已经突破了直升机除冰防冰系统的难题。这一成果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少有的直升机除冰防冰俱乐部的成员。由此可见，直20通用直升机已经具有在我国边境高原地区的作战能力。结合这两个新闻来看，我军很有可能就是在向印度释放我军拥有在敏感地区作战的能力，希望印军不要轻举妄动的信号。然而，网络上还有另外一种观点，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军方的这一举动很可能是为了震慑对岸。前不久，我军075型两栖攻击舰现身西太平洋地区，与我军其他军舰共同进行一系列的演习任务。有公开消息表明，075型两栖攻击舰将会搭载舰载版直20通用直升机，并且这一段时间以来，关于我军舰载版直20通用直升机的消息接踵而至。因此，这些人认为我军是为了释放出我们具有在海峡作战实力的信号，希望周边地区与国家不要蠢蠢欲动。然而，这只是一些网友的猜想，或许我军只是单纯的亮剑。不过，通过这次亮剑，我们的确能够感觉到我军的实力有了非常大的提高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军更加熟练运用直20通用直升机后，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目前，我国周边的局势越来越严峻复杂，对于我们来说，确实要偶尔展现一下我军的实力，否则这些国家或地区并不知道我们的实力究竟有多强。不仅如此，眼下我们应该继续努力提高我军的军事实力，大力发展直20通用直升机，以备不时之需，并且等到舰载版直20通用直升机出现之后，
我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难度将会变得更低。为何我国嫦娥5号直播登月过程会让网友开始质疑美国登月的真实性呢？一张露脚照又说明了什么？美国登月是在造假吗？前不久，我国的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顺利升空，并且顺利软着陆至月球表面。据了解，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将会在这次月球探测任务中带回2000克的月球土壤。作为世界上的另一航天强国，美国看到我国这一成就后，也向我国送来了祝贺。不仅如此，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有意想让我国分享科研成果。由此可见，我国的航天技术已经得到了美国的认可。那么在这次探月过程中，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在线直播了它的登陆过程。然而，正是因为这段直播，让不少国内外的网友开始质疑美国当年登月任务的真实性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有网友认为，嫦娥5号探测器直播传输出来的画面有些卡顿，而美国阿波罗登月时候的直播画面却非常流畅。因此，他们认为现在科技水平如此发达，直播出来的画面都还是如此卡顿，那几十年前的美国月球探测器直播出来的画面是不可能如此流畅的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很多细节部分都令人怀疑。众所周知，美国上次实现的呢是载人登月，那么为何他们不多带一些月球土壤回地球呢？难道人工挖掘月球土壤的效率不如现代的飞行器吗？并且呢，美国既然几十年前都能够登上月球，为什么他们现在却不展开登月任务呢？此外，还有一张嫦娥5号露脚的照片也引起了网友对阿波罗登月的质疑，甚至拿来当证据证明美国登月造假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网友们发现嫦娥5号降临月球后呢，压出了一个不小的土坑，证明月球表面呢是有一层松软的土质，但阿波罗登月器的站脚却没有这样的现象，因此有可能是美国人伪造的，拍摄地点根本不在月球。不过呢，对于美国登月造假的质疑已经有半个世纪了，但像当前呢，苏联是没有发生的。因此，实际上要说美国登月造假，其实可能性不大。美国没必要如此花心思去创造一个世纪骗局。如果说他们是造假的话，他们也不会将他们采集的月球土壤赠送给其他国家供他们研究。而且对于一些质疑，其实也能解释得通。比如对于中国探月直播卡顿，美国探月直播流畅这一问题来说，非常容易解答。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两个国家直播的信号源不同。中国的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使用的是数字信号，虽然说有些卡顿，但是它所传输出来的照片却是非常高清的。美国的登月任务则是使用的模拟信号，虽然说他们的直播画面流畅，但是清晰度并不高。通俗来说就是，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登月那样的画质来直播的话，中国直播出来的视频将会更加流畅。对于月球土壤带回来多少的问题来说，同样也很容易理解。中国有句古话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过多的携带月球土壤只会增加飞行器的重量，因为对于这种飞行器来说，载重方面会受到限制。如果说携带的物体过重，很有可能会出现探测器都无法返回的问题。这样一来，之前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我们只需要带一些仅供研究的月球土壤就可以了。而那张照片的话，其实也是拍摄角度的问题。美国登月器登月站脚实际上没有拍完整，而我们拿出的呢是一张完整的照片，这样就能解释为啥美国登月器没有压出土坑了。因为美国登月器下呢还有一根横向的支撑杆，而支撑杆的确压进了土里。至于美国现在不登月的问题，这恐怕只有美国人自己心里才清楚。不过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没有必要去怀疑美国登月的真实性，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，大力发展自己的科技水平才是王道。